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 Jessie 的塔罗牌占卜频道。在遇见王子之前，我们总会遇见几只青蛙，就像在我们遇到正缘、进入婚姻之前，我们总会遇见一些偏桃花。但是非常感谢这些小青蛙，这些偏桃花，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爱，如何是爱自己，如何爱他人，如何建立非常和谐的爱情关系。我们会在这些跟偏桃花的相处模式之中去提升自己的情感成熟度、爱情技巧。所以希望呢，大家抱着感恩之心去面对宇宙给你安排的所有的人事物，这些事情它都是好的，因为都让你生命更加的完整，品尝各种喜怒哀乐。那么在2024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在上半年会发生哪些情感的经历呢？宇宙又给我们哪一些爱情的安排呢？今天就请充满感恩之心，我们来聆听宇宙给你的讯息。在2024年的上半年，会有怎样的桃花爱情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挑选其中一组进行占卜聆听。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在选择牌组之前，我们要来先进行一个冥想的静心小仪式，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深呼吸，大口的吸气，大口的吐气，排除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指引我2024年上半年我的爱情桃花会出现哪些事件。感谢你的指引，我即将准备好。询问完之后，你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咯。那我这边呢，将以左至右的顺序为大家进行占卜。占卜的时间是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就有，点进去就可以聆听宇宙给你的讯息。在这边要特别感谢给老师打赏，超级感谢的朋友们，感恩之心的人一定幸运满满的。祝福大家在2024年的上半年幸运常在，桃花盛开。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essie 的频道，记得订阅 Jessie 的频道，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那现在你选择好牌卡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选择第1组的你，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在2024年，我们的爱情桃花运势如何呢？一部分一部分来为大家进行占卜。有新的爱情，新的人出现哦，也有真爱的能量在。好消息，我们这边感受得到大地的能量，有一种厚重、脚踏实地、认真、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代表你在爱情世界中将会有另一个新阶段的迈进，可能是新的爱情的发生，或者是跟你原有的伴侣关系呢，会有更强更好的一个改变。没有太多的天马行空，没有太多的来去匆匆，也没有遥不可及，可能情感关系人员和谐度更强一些，没有太多的霸占、征服或者是控制的力量。2024年上半年，你应该会获得正派的，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缓慢而持久的爱情，也就代表着正桃花、正缘将在上半年出现。新的爱情，你会认识一个全新的人，
你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并且呢，也许现在还并不认识这个人。你们会通过短信啊、电话啊，或者是电子邮件紧密的联系。这个人呢，很喜欢跟你沟通，很喜欢跟你打电话，或者是给你发信息。他很认可你的想法，有时候甚至在他的生活之中出现一些选择的时候呢，他可能都会给你一些讯息，希望你给他一些意见。他觉得你可以更多更好的显化他，不一定是在网络上认识的人哦。那等一下我们再具体看一下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那当下呢，看到他对你是很欣赏，也多多少少有一点紧张的。你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你们随时都会联系。他可以在任何时间给你发信息，而你也可以在任何时间给他打电话。你们之间呢是比较自由的，而且呢无论什么时候你给他打电话发信息，他都非常的开心。有时候长时间没有收到你信息的时候，他就会紧张他之前是不是有说错话啦，是不是让你不高兴啦，或者是他可能也会担心你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复他的信息。你对他的心情影响呢，确实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大的一个波动的调整呢，他会因你而开心，他也会因你而担心失落。这个人对你是很真诚的，但是呢，他有冰雪女王这样的一个特质，或者是他是冰雪国王，那因人而异哦，看你的对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过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患得患失表现出来，即使他紧张担心你，他可能都不会让你感受到。他更多的是一个外冷内热型的人，尽可能想要在人际关系里面保持头脑的清醒，而不是被情绪的感觉所左右。他希望可以很冷静的跟你进行交流，所以他会尽可能的站在你的角度去做一些思考，不想表现出幼稚啊、不成熟啊，也不希望两个人说话或者是沟通上面有任何的一些拘谨。他希望在你接触他的时候是你最放松的时刻，希望给你足够多的一些舒服感。而对待你们的情感进展呢，他是比较缓慢的，他不是那种冲动或者是太过于热情的人，也许给人的感觉是有点酷酷的，也许会有一些距离感，可能你会觉得他对你的喜欢并没有那么的强烈，只是他会做一些自我的控制。这是一种比较谨慎、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他需要长时间的去跟你进行沟通，去看一下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是怎样的一个心思，你对他是怎样的一个态度，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合适的。如果两个人不合适的话呢，他不希望你们投入情感，最后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他希望在你们进入到情感交往之前，就做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这样是好的。他不想进入到任何情感的调情啊、暧昧啊，或者是短暂的激情之中，他想要稳定的持久关系。这样的话呢，彼此更多的一些奉献，就会让他深刻的感受到爱。另外，这边宇宙呢还要提醒选择第一组牌的宝宝们，上半年不只有正桃花的存在，还可能会出现偏桃花来捣乱哦。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另外一个人能量，他是宝剑国王的逆位，虽然他的能量并不是很强，但应该也会让你出现一些情感纠结、落寞的状态。这个人呢，也很可能是比较冷酷，是一个第一次见面呢，也许有一些距离感，也许看不出来他对你有多么热情的一个人。实际上这个人呢，会更加的冷酷、无情、消极、挑剔一些。他的心呢，也许会像石头一样的冰冷，他很少表现出善良或者是同情，他并不是很讲道理。你会觉得
难以接近，而且他不是一个很有原则、不守规则的人。有时候他可能犹豫不定，可能会没那么果断，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样选择。也许他的学历并不是很高，他接收到的知识并不是很多，但是这个人头脑反应很快其实挺聪明的，但他的小聪明比较多，他的一些计谋啊、心思是比较多的。很可能他长得好看，他的外表条件是很不错的，再加上这个人呢，他不会乱说话，也是不会把自己的内心情绪随便的表现出来，很有神秘感，所以他是蛮有魅力的。很可能你会为这个人心动，你会很喜欢他，你对他的喜欢比遇见正缘的时候更多，有强烈的感觉。如果你特别的执念，或者是你有很强的征服欲、好胜之心的话呢，也许就会影响你上半年情感的判断分析有的人可能上半年会因为进入到偏桃花的这种诱惑里面而错过正桃花的缘分，所以宇宙呢就要提醒你了，在上半年情感出现的时候，你需要好好的去做一些判断选择，不要太过于的感情用事，太注重感觉了，还是要做理性的一些分析，适不适合对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性格，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再做决定的。千万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太注重自己的感官了，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的熟悉再进入到爱情的交往投入之中。因为这两个人呢，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有距离感啊，都是不会轻易的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啊，都是很有魅力的。只不过一个人长得更加的好看一些，一个是土能量，一个有过于严重的风能量。偏桃花呢，是会让你有很多的激情，很多渴望，充满新鲜感的，也充满很多的一些期待。正桃花呢，是属于你的真爱，但是它是属于细水长流的那一种，就越接触越喜欢，不会在刚认识的时候就给你带来特别刺激的能量。但是呢，在更多的沟通交流之后，你会发现很被他理解支持，他会开始去懂你，而且他接纳你所有的优点，所有的缺点，你跟他在一起会越来越心安，两个人会有更多互相欣赏的感觉。毕竟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是比较多的，有的人呢确实到了该遇见正缘的时间段了，那有的人呢可能还是需要遇见正缘之前，那有偏桃花需要给你更多的一些经历跟经验，让你去提升更多的爱情技巧。无论如何都希望你带着感恩之情面对每一个让你动心的人，带着感恩之情呢，也去尽力而为，不留遗憾的滋润每一份情感。即使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落寞，有一些失望，但更多的还是欢乐、期待跟希望。你对身边的人好，你充满爱的能量，那么这种爱的能量呢，必将反弹到你的身上的。只是可能反弹爱的能量福报的时间呢，有的来得早一些，有的来得晚一些而已。你的美好终究是会被看见，终究是会有人出现来好好的疼爱你的。当然在你遇到正缘之前，那你的正缘呢，它也是需要一些情感经历，它才会告别情感的一些幼稚啊，它才能分得清哪些人适合他，哪些人是不适合的。所以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们，不是每个人都会在2024年上半年抓住正缘那今天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来帮你看一下正桃花它的特征是什么，让你提前呢有所预知准备，帮助你去增加正缘的缘分，在出现的时候呢不太容易错过。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具体是怎样的人，宇宙又会给你哪一些讯息呢？
这个人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平凡并且甘于平凡的人，很享受脚踏实地的生活。可能他是天蝎座、狮子座、天秤座、白羊座、处女座，或者是他的月亮、太阳、上升星座是在白羊座、天秤座、处女座、狮子座、天蝎座。这个人并不是有很强的主见，当他遇见一些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会花长时间去做思考，不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常常也会被周围的人或环境所影响他的判断。也许有时候呢，有一点选择困难症，或者是有一点点的拖延症，因为自己有很多的想法，自己有很多一些想要的，如果能同时拥有所有的梦想就好了。有时候呢，会做一些白日梦幻想，当他做幻想的时候，其实也是最放松的时候。或多或少呢，他会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坏心思。一般喜欢幻想的人呢，都没有太多的一些算计或者是谋略，更多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把世界上很多的人事物都想得比较美好。在一些事情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可能就会幻想他有一个美好的结果了。对生活呢，有点不太现实的态度，常常也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其实他是蛮聪明的，头脑里面有很多的一些 idea， 天马行空的，很多的想象力、创造力，但经常呢就是想的太多而做的太少。他的行动力并不是很强，也并不是一个很活泼、开朗、大方的一个人，是比较稳重的。好处呢是他有他的天真，他有他的童心，常常因为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生活充满着乐趣，不会太过于的沉闷。欲望呢是比较多的，那经常对现实不满，对现状呢不太满意，所以他也会push自己，不断的去争取，不断的去上进，不断的去要自己想要的头脑中的这些东西。这个人并不是非常的自信，有时候呢可能也缺乏一些坚持。当别人不认可他的时候，反对他意见的时候，他就会否定自己的想法，不会太强烈的去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太多的一些固执。另外一方面呢，他会害怕不被别人喜欢，如果身边的人都喜欢他，都肯定他，他也会觉得是很满意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会去做一定的妥协。不代表他有讨好型的人格，但是会更多注意别人给他的一些评价啦，别人对他的一些眼光，所以他很难出现一些脾气暴走、争吵啊、打架的事情，不想有任何的一些争执，希望人际关系可以相安无事。那自己呢，为了情感的和谐和平，他会去做一些牺牲的。如果你们两个人在未来出现吵架的时候，他要么就闭嘴不说了，要么呢他就为了让你不生气，为了让你们没有太大的一个激烈的争斗，他可能会认错，即使他当下没有觉得自己错了，但是他也会去讨好你的。希望两个人都是在很和平的关系里面，好好的沟通，好好的交流，不要乱发脾气。他渴望有很好的睡眠，这个人呢不太容易入睡，或者是他睡觉的时间不会很早，因为一闭上眼睛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幻想，这些呢都会导致他的睡眠有一点点的问题。他很需要被爱，也很希望被身边的人所支持。在感情里面，也许会有一些不断纠结、不甘心、不满意的态度，但是呢，自己也会不断的去做一些反省。有时候自己也
会需要独自的时间精力去做一些自我治愈调整。他其实是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跟不足，然后去做修进的。也许他年轻的时候头脑比较混乱，欲求不满，那会在物质世界里面去寻找幸福，会觉得有钱啦，或者是有大房子啦，有成功的事业啦，有甜蜜的爱情啊，有很多的朋友啊，他可能就会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完成了自己的幸福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会开始慢慢的不再从外面去寻找幸福，而是从内在精神世界里面去寻找幸福，会觉得外在的这些物质都是虚幻的，真正的还是需要平安健康，然后每天呢可以吃好，可以吃得很健康，可以睡好，可以睡饱，然后生活呢没有太多烦心的事，也不要出现任何突发的意外状况，平稳的没有 drama 的世界。那自己有时候呢可以自由的发发呆，放放空，然后轻轻松松的平平淡淡的，他就觉得非常的知足了。所以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懂情趣，或者是很会甜言蜜语，很浪漫，很有情调的一个人，他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恋人情人，但确实他的性格是很适合成为好的丈夫妻子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没有太多的争抢，没有太多的一些算计，他也是一个懂得滋润人际关系的人，也是很适合成为妈妈或者是爸爸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养育他人，对待自己的家人呢也是很有耐心，对待父母呢也是非常的孝顺，很有东方的传统思想哦，不会做特别叛逆的事情，不会想要去有任何出格的事，对自己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认知坚持。那对于大众生活，对于社会是比较顺从的，随波逐流，顺其自然，尽人事，听天命，算比较安分的人。还是会很热爱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生活环境里面感受到舒适、积极、独立，那把自己照顾好，把家人照顾好，不断的获得自己想要的目标，有一定的责任心，得到社会身边的人认可，他就觉得其实很满足，很幸福了。所以是比较踏实，让人安心的人。他特别喜欢你的坚定感，他会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性格是互补的，你是很有掌控力，或者是很有方向感，也比较有自律的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出现一些选择的时候如何去做取舍，你是比较果断的，而他呢可能是有一些左右摇摆的，所以两个人在出现一些选择的时候，你们会共同的商量，他大多数时候呢都是会听你的，因为他特别的欣赏你。从外在形象来说，他觉得你很漂亮，或者是很帅气，你很有魅力，很有自己的气质，不一定说长得是天生丽质的，但是呢你很懂得去经营自己，让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也会懂得时尚的穿搭啦，也会懂得自己站姿坐姿如何的更加有修养，更加有礼貌，感觉你是一个可以让他赏心悦目的人。而且呢人际关系里面，在沟通的时候喜欢听你的声音，喜欢听你的语序，喜欢跟你的交谈，他可以听你说话，可以听很久的时间，几个小时，他都觉得是舒服的。只要你在他身边呢，他会有一种很温暖的安心感。
而且你的朋友呢也是比较多，大家对你呢也是很认可的，你是一个自带光芒的人，就像女皇一样，并且你也会支持他人，你也懂得去养育人际关系，你也追求有品质的生活，懂得如何去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充实，让自己生活的环境呢是很舒服舒适的，你有比较强的正能量，你会积极大方，然后呢也阳光向上，不会讲太多的脏话啊，没有太多的负能量啊，也不会很消极啊，对别人也不是很八卦啊，或者是有太多的批判。他喜欢你身上的这种素质，而且呢他也喜欢你的念旧情，你是一个很记情的人，谁对你好啦，你是会记住的。那谁有帮助过你呀？你也是会记住的，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你也是可以回馈给别人的一些感激之情，你也是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一些把自己好的运气也会分享给其他人的。你们两个人可能都是比较追求稳定的生活状态，你们可能也有一些相同的生活习惯，他也喜欢你不要求有太多的一些变化，去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你也没有太强的一个冒险精神。在这一点呢觉得很像，两个人呢就平凡的健康的和睦的充满爱的能量在一起陪伴一辈子，建立美好的家庭，你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景的。这些地方让他觉得你们之间会很合拍，你的外在你的感性对他有很强的诱惑力，那你的内在呢也是他非常欣赏敬佩的。那么到底你们在什么时间会相遇呢？看来你的魅力也非常的强哦。数字9代表了9个月之内，圣杯呢代表的是夏天，权杖呢代表是春天。那么要么就是9个月之内相遇，要么呢就是在春天夏天这2个季节你的桃花运势最强，它可能出现在你所在地方的东北方向。国王代表着正统、讲规则、很有规矩的地方，所以也有可能是在学校啊、商业机构啊、公司总部啊，或者是政府所在地、办证大厅、公务大楼，应该是在室内正规的场所所相遇的。然后我们这边也出现了世界的牌卡，那有的宝宝呢，可能跟你的正缘是在一些很欢乐的、有移动的氛围环境之下相遇的，有的人是在舞蹈课、舞蹈俱乐部，或者是有模特儿展示的场所，或者是在服装商店相遇的。有的人呢，可能会是在自己旅行的时候，想要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度，在机场啊、航运大楼，甚至可能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因为网络也代表着世界嘛。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命运之轮，就代表这个轮子转起来了。那有的宝宝可能是在有摩天轮的地方，或者是在赌场、有彩票销售的地方、有转盘的地方，或者是在车轮销售、汽车展场，在这些地方所遇见的他。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非常强的化学反应，这种感觉呢，并不是在于小鹿在心里乱撞的感觉，因为我们这边还出现了灵魂伴侣这张牌卡，非常棒的讯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被你所深深吸引了，但是这种吸引的能量呢，不是很强，而是有一种莫名的熟悉的共鸣感，好像遇到很熟悉的老朋友一样，觉得你们之间是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牵引的，他特别想要接近你，你们彼此呢是有很和谐的灵性能量正频的
距离越近，身体越觉得舒服舒展，心里面呢越会觉得踏实。而且你们两个人不仅是恋人，还是知己，还是最好的朋友，你们之间无话不谈，会有一种很强的信任感。即使刚认识没多久，但是也愿意去很直接的讲出自己的一些很直白的心思，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小秘密，跟对方呢感觉好像越坦白越舒服，没有任何想要去自我防备的，或者是带着任何的包袱都没有，感觉随时都可以在他面前去展现最真实的你。那无论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经历了哪些事情，哪怕工作上面跟同事吵架了，或者是有任何不顺利的，你都愿意在他面前去讲，唠唠叨叨的都无所谓。然后他会给你一种倾听，或者是给你一种很内心的平静感。而且你们两个人也不会特别追求这种罗曼蒂克，要有烛光晚餐的约会，要充满着这种惊喜，要有很多甜蜜的气氛，就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流露，就是在一起都觉得什么事情不做，只是交谈，都觉得非常的开心。也许你们有一些生活习惯上面的不一样，也许你们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一些角度去思考，但是你们都会尊重彼此的这种差异，会通过对方一些不同的想法而去让你有两边的思维，会去看他的想法是不是更加的聪明一些，或者是你的想法是不是更加适合你一些，也会去有互相的一个补足，而且尊重对方，欣赏对方的这种独特性，两个人很容易产生默契。内心呢是真正的带着成全的这种能量，希望对方变得更好，变得更加的强大，而且呢也不会为了对方自己要去做任何的改变，依然可以真实自由的做自己。两个人呢还会慢慢的成为一种互相依赖依存的关系，就是一种习惯对方的味道，习惯对方在身边，习惯跟对方去聊，习惯跟对方做任何的一些事情，这种关系非常的紧密。而且呢两个人也会带着一些射手座的能量冒险，除了说你们的思想上面有更多的一些交流合谋之外呢，有更多的活力，你们还会去做一些自己之前想做但从来没做过的一些事情。两个人呢会去寻找一些刺激，两个人会去新的地方，会做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让两个人有新的一些感觉，新的一些激情。因为你也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尝试一些自己从来以前恐惧的事情哦。所以他会给你崭新的一些能量，并且呢也会让你进入到一个很自由自在的空间里面去，可以完全舒服的做自己。同时我们还出现了海王星的能量，让你的世界打开了一个窗口，激活你的想象力，在你的梦想上面你有更多的拓展，在你的精神上面会有更多的创造力。因为它的出现，你的人生更加的丰富了，你的思想更加的广阔了，而你呢有很多以前可能没有展示出来的一些性格部分，或者是一些理想它都会 push 你，推你去激活你自己真正的希望，让你看到其实你更加的优秀，比你现在的自己更可以有大的一个展望，世界观啊格局啊是可以更多的一个方向的，而且你的能力你的能量都会有所提升。你们两个人完全是灵魂之间的爱，互相呢也会给予很重的承诺。在接触
就真正的交往之后，很快的就想要进入到订婚、结婚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里面。很快呢，他可能就会想要带你去见他的朋友，见他的父母。很快他就会在他的父母面前提起你哦，对你的爱呢是有很强的信心的，而且呢会非常的执着，就想要跟你建立家庭。这是一个可能在认识会有一长段时间的认识，但是进入到爱情之后，很快就顺理成章的想要去建立婚姻跟家庭了。所以亲爱的，2024年的上半年，你的正缘在等着你哦，不要选择错了，敬请期待吧。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记得点赞，记得留言呢，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宇宙给你怎样的一个讯息？在我们2024年的上半年会遇见哪一些爱情呢？是正桃花还是偏桃花？我们来给大家进行一下预测占卜。很熟悉的能量哦，有小孩子，有离家很近的地方，有男生也有女生。那么应该是在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有新的发展，可能在你现在生活的地方附近会遇见爱情桃花，也有可能这个人呢来自你家乡之前就所认识的人，会和自己已经认识的人进阶爱情，或者是你的旧朋友给你带来桃花，为你做介绍。也许他不是刻意的去给你介绍安排，要你去进入到恋爱之中。也许跟朋友一起去玩乐聚会的时候呢，他是你朋友的朋友。有的朋友呢还会回到家乡重访自己童年的地方，或者是遇见很久没见的儿时的伙伴，然后再一次的联络。也有可能上半年有的朋友要去参加同学聚会，遇见老同学、老朋友，遇见一些旧的熟人，也有可能是前任，或者是曾经有喜欢过、有暧昧的人。这个人呢，应该不是新的环境里面的人哦，很有可能是跟你有一些之前就接触过的了。分别有不同的2个人会跟你有一些交集，一位呢是女生，一位是男生。女生的话呢，她应该是浅色的头发颜色，或者说她有染发，也许她染的头发是橘黄色呀、金色呀、红色呀，总之呢有一点彩色的头发。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可能是穿制服的男人，有可能他穿西装，也有可能呢他是穿制服上班的。也许他的工作是在航空公司啊，或者是银行、金融、酒店行业、军队、警察，也有可能是穿校服的学生，或者是在做销售、房地产之类的，是需要统一服装的一些工作领域。他可能很想邀请你吃饭，或者是跟你约会。其中一个人会成为你的灵魂伴侣，其中一个人想要和你建立家庭，他们都是你的善缘，都是好的缘分，都是好的桃花，而且他们接触你的动机都非常的单纯，很纯真。真正的是因为打心底里边特别的喜欢你，所以想跟你有更多的一些交集，不是有其他的利用啊，或者是很私心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一时的贪欲、一时的一些欲望才跟你有情感的建立的，也不想随便的玩玩，或者只是想肌肤之亲的爱，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目的，真的是想深层次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集，建立持久的关系，希望呢可以彼此的成就，打心底里面是很欣赏你，也是非常祝福你的。你跟这2个人
他们分别在一起，但是都会一起去分享旧的回忆。你们也许可能会去唱歌，但是大多数都唱的一些老的歌曲，或者是观看一些老的电影，去旧货市场淘宝，穿古着的衣服，参观博物馆，或者是故地重游。你们会在一起有满满的这种怀旧的体验和童年的回忆，会重新去体验，并且记住自己是谁，自己来自哪里，以及可能也会去分享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宠物、自己的闺蜜兄弟，会从你们彼此的这种回忆之中得到巨大的一些快乐。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宇宙给你的礼物，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纯真、趣味，激发你内心中的小孩，激发你的内在力量，让你当下呢有更多的无忧无虑，没有计较，没有挑剔，最主要的是一种很轻松的感受，也会让你对未来充满更多的好奇之心。你的生活之中呢，有蛮多有趣味的简单的事情发生，让你不忘初心，让你更简单的用全新视角去体验，也会感觉到被周围的人所支持、所理解。在跟这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呢，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都是会认可你的，即使你们之间有不同的想法，但仍然呢都会去倾听，不会打断你说话，并且也支持你不同的一些意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会更加的自信，也会更加的爱护照顾自己，代表着2024年上半年正向的爱的能量是比较强的，你的身心灵都会有更多健康的收获。那在这边呢，特别要提醒一些朋友，如果目前呢你年纪还尚轻，或者是还不想要小孩子怀孕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避孕哦，因为上半年这种怀孕的能量是比较强的，可能跟儿时的一些回忆呀、儿时的一些伙伴啊、老熟人啊，会有比较强的一个连接。那么今天呢，我们最主要是帮你看这个爱情想要跟你建立家庭的人，他的性格，你们相遇的时间，你们相遇的地方，让你呢更有多的一些准备，不要在他出现的时候错过好的缘分了。这个人蛮聪明，也蛮有魅力的哟。好，首先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狮子座、摩羯座、巨蟹座、处女座、双子座，当然也有可能他的太阳或者是月亮或者是上升星座是在巨蟹、处女、双子、摩羯、狮子。他并不是一个脾气非常温顺的人，也不会很妥协，可能是有一些傲气，有一些独特的个性的，有自己比较霸道的地方，但是他长得很好看，所以他很有人气，很有魅力。他不喜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是希望在感情里面更加有主导地位的人，要有一定的控制力。对于自己呢，他还是蛮自信的，对于自己的选择判断，他也非常有自己的主见，有时候会比较有牛脾气，以自我为中心，坚持己见，比较固执，有时候呢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体谅，因为从小到大他都是被大家喜欢宠着谦让着的人，那么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别人体谅着，所以可能没有那么的大度，没有那么可以懂得察言观色，或者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他其实蛮有表现力的，只要给他一个空间，他是会非常大方的去展示自己的，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有时候呢，他像孔雀一样昂首阔步，充满了他自己的这种重要性。他虽然没有很强的亲和力，不愿意跟所有人打交道，
但是他的语言能力很强，他很会讲话，非常会沟通，他很会讲故事。跟他聊天的话呢，不会觉得很尴尬或者是很无聊很烦闷，他是很风趣幽默并且讨人喜欢的。所以他也知道，只要自己可以跟别人交谈的话呢，大多数都是比较受欢迎，受到别人的更多的一些喜欢的。他也会去训练自己说话的技巧，他只想和有一定能力或者是有一定成就的人打交道，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精力在没有太多发展或者是价值的人身上。在感情里面，他可能不会太过于的主动，他是比较被动，他会等待别人来追求他。如果他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他会可能努力让对方喜欢上他，但是他不会表现出来，然后等待对方来邀约他呀，追求他。无论他多么的喜欢你哦，他都不可能随时给你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他是等着你给他发短信的。而且在感情里面呢，他不喜欢别人表现得太过于的强势了。如果有太强的想要征服他，或者是想要控制他这方面的能量的话呢，他就会退缩。他喜欢顺从他的伴侣，他喜欢很多时候呢都是他来拿主意，让对方呢听他的，但是可以一起去商量。更多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很难做决定选择的人，或者不喜欢去拿主意做决定的话呢，你就会很喜欢他，因为他喜欢给别人一些好的建议呀，帮别人拿主意呀，然后帮你去分享一些选择。如果说你是很体贴宽容的人的话呢，那么你要知道，这个人呢，他可能从小是没有被别人欺负过的，好像只有他欺负别人，没有别人欺负得到他，所以他有冲动、霸道、不讲理的那一面，但是没有什么坏心思。大多数时候呢，是一个行侠仗义的直性子，比较直接，不虚假，可能有一些包袱，形象包袱，但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大男人主义。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她就有点大女人主义。你是宽容的人的话，你只要多多包容她，其实两个人相处起来就非常的妙，就非常的好了。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很固执，那非常坚持自我的人，在感情里面你就必须要用一些爱情技巧，不然很容易石头碰石头，然后谁都不愿意妥协，去产生太多的一些对立矛盾。这个人他其实朋友蛮多的，而且呢，他也愿意去帮助朋友。一旦他信任的，他选择的朋友，他都会尽力所能的去做一些协助。他喜欢去建立比较优质的人脉，他希望可以跟自己的恋人一起做事情，也许未来可以一起创业啊，也许未来呢，大家可以共同的去做发展。你们两个人其实是有前世的缘分的，所以是很强的缘分，在今生一定会相遇。而且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身上有莫名的一种熟悉感，能找得到一种共鸣，有非常强的连接。他很喜欢你身上充满着希望，对于很多事情你都是非常积极很乐观的，你不是一个悲观，不是一个记仇的人，你有自我治愈疗愈的能力。你身边呢也有蛮多的朋友，你自己呢也有蛮多的梦想，他喜欢你传递给他的这种积极快乐的正能量。而且你也并不是一个过分去追求浪漫、追求感觉、追求惊喜的人。你的聪明，你的头脑灵活，反应快，甚至有时候比较狡猾，这些是能吸引到他的。他会觉得沟通是没有障碍的，你们之间呢，什么样的话语都可以聊，你也知道怎么样去接他的话。他是一个比较喜欢说话的人，而且他最怕遇到那种大家聊不到一起去，把天聊死的人。
他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趣。跟你聊天的话呢，他就会觉得很顺畅，很自由，而且对于一些问题，对于一些你不懂的事情，你是会去质疑的，你也会是去提问题的，不是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在情感方面呢，你比较独立，你享受自己独处的时光，你不会黏人，你不会有太多的一些患得患失，你也不会随时跟他在一起，或者是随时想要彼此联系。那他长时间没有回复你的信息，你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批判跟计较，你总是会给他带来一些鼓励，你总是呢会去激发他更好的那一面，你也会去包容他的一些缺点。所以在这些地方他觉得很安心，他跟你在一起呢，他觉得是互补的，他需要一个理解他并且在感情里面比较成熟的人，他觉得你刚刚好，你们两个人是非常合适的。而你们相遇的时间，有的朋友可能已经认识了这个人哦，可能是在秋天认识的，或者是在小时候就认识了。也有的朋友呢，可能这个人是你旧的同学、旧的同事。有的朋友呢，如果还没有认识他的话，应该是在立夏的那个时间段，在春天的尾巴，夏天夏初。也有的朋友呢，很可能在1个月之内就要认识他了，就是他很快就会出现哦。要么他已经出现，要么他很快就会出现。最晚的话，应该就是在2024年上半年的春天的尾巴。那么你们相遇的地方呢？有的朋友是在表演的场所，也许是在观看魔术的时候啊，也许是在剧场啊，也许是在一些演出大厅认识到的对方。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在实验室或者是厨房，因为也有可能有的去学做蛋糕或者是做饭的地方，或者是在语言交流特别多的场所遇见到的他。那也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在需要体力力量的地方，可能是工厂啦，可能是需要做一些体育锻炼，一些比较劳累身体活的时候遇见到的对方。有的朋友也可能是在网络上面。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高塔这张牌，有可能是公关公司又高又瘦的这种建筑里面，像这种高塔一样的建筑里面，或者是在电梯里，或者是在印章店，还有可能是突然的地方认识到的他。总之呢，选择第2组牌卡的宝宝们，认识这个人的地方确实还是蛮广的，但大多数都是在意料之外的地方。你会觉得跟他的认识是蛮突发状况的，很多不可能结果都可能发生了。甚至有的朋友最初是对这个人比较讨厌的，没有任何的一种很强的亲密感，但是呢，在越接触对方之后，越欣赏，越喜欢，在有更多的思想交流之后呢，可能会觉得他越来越可爱。也许刚认识他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有一些傲气啊，不太搭理别人啊，有一点自以为是啊，有一点自负啊，好像有点漂亮或者有点帅气就了不起的样子。但是呢，跟他在语言沟通之后会发现，其实你带着偏见去看他，他说话呢还是蛮讨喜的，他对你呢也是比较深情款款的。所以你们之间的爱情很容易出现在你认为不可能发展的关系里面，但就是这种不可能，所以呢才会有更多的一些惊喜，有更多很奇妙的能量。你们2个人在一起之后呢，还会去度蜜月，
那打个引号，就是一起去旅行。你们很可能都是会很喜欢旅行的人，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来说，两个人在旅行的过程里面呢，会非常的开心，觉得两个人是可以很默契的，可以很合作这方面的能量的。想告诉你哦，他是你的今生最爱，他是你的真爱，值得好好的珍惜。而且呢，他跟你不但是恋人，也会成为知己，也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无话不谈，会对他呢有比较强的信任感。什么事情鸡毛蒜皮的小事你都可以跟他聊，他都愿意听，都愿意跟你讲，哪怕是你想跟他讲八卦都好，你可以在他面前做真实的自己，无论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工作中、学习中经历了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在他身上获得内心的平静。哪怕是你跟别人出现一些矛盾对立啦，自己很生气的情况之下，只要跟他聊一聊，只要跟他见面，你都觉得一切都不重要，有他陪伴就是最舒心的事情。而且你们两个人不会特意的去追求鲜花呀、浪漫啊，或者是罗曼蒂克这种感觉，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觉得非常的舒服。有时候呢，你们可能会是像冤家一样，会有一些吵吵闹闹的，会斗斗嘴，可能有一些小的纷争，闹一些小的矛盾，但是这也是你们的激情所在。两个人会有很多人生观、价值观的这种沟通，但是你们没有隔夜仇，再怎么样争吵了都不会记仇啊，都不会出现什么拉黑呀、分离呀，一会儿你们就会和好了。而且两个人呢，也是有蛮强的这种信任感的。两颗心与心之间的相遇会是真诚的联系，不害怕暴露自己，也不在对方面前有任何的一些包袱，其实就是这种敞开心扉的状态，不害怕他的离去。在这份情感里面呢，没有太多的恐惧，没有太多的担心，也不会有这种吃醋啊，或者是嫉妒的能量，就是觉得这个人不会离开你，因为你跟他聊的这种话题是不会跟任何人去聊的，两个人完全进入到情感的这种深度之中。虽然有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压力呀，或者是也会出现一些紧张感，但是心态放得非常的平和，不会太使劲儿的要去抓住这份情感，而是知道是你的肯定是你的，不是你的再怎么强求也没有用，反而是这种很舒服的心态，让你们两个相处起来呢，没有太多的一些限制，大家呢都是可以非常自由的。你们两个人的身上呢都是有彼此的影子的，所以很容易去懂对方，很容易去理解对方。也许你们有相同的原生家庭，也许呢你们从小的一个教育环境是比较相同的，多多少少有一些感同身受。在这份情感里面，你们会给彼此很多的一些刺激跟改变，会是一种激情燃烧的爱情。你会看到因为他你的思想去做很多的突破，你的行为方式，你的爱情观、婚姻观都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主要是内在精神世界呢更加的充足，但也更加的淡定，从而让自己的外在呢也会更加的开放，愿意去尝试不同的服装造型啊，愿意去尝试不同的打扮啊，愿意去做自己没做的事，愿意去接触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人，没有接触过的环境。所以在这份情感里面，你们是1+1大于2的，双方呢会很让彼此有很强的一个增长，同时也会去告诉彼此要去做哪些缺点上面的修进，所以这份情感会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有趣，
不代表你可能会跟他建立家庭，但是呢，是认真谨慎的想要去建立家庭，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当然这个呢就是大众占卜，因人而异，有的人呢可能会跟这个人，这个好的桃花建立家庭，会有小孩，然后幸福的在一起。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跟这个人有长时间的情感联系，因为他是丘比特爱神把他送到你的身边的，你们之间有很多波涛汹涌的爱的能量，你们之间呢也会有很多互相的接受，互相的分享，也会有很多即兴的庆祝爱的所有的美好。对于爱的能量，它会让你有更多的一些觉醒，有更多的一些觉知的。哇哦，所以可以敬请期待哦。2024年的上半年，人际关系、人缘运势都很不错，可以多多的走动起来，多去见一些旧的朋友吧，也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吧，让我们充满热闹的聚会的氛围吧。好，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拜拜。亲爱的，当下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在2024年的上半年，你会遇见怎样的爱情呢？一部分一部分来为大家进行解读。幸福之门正在为你打开。好，2024年的上半年，你应该还是会有蛮多的一些收获的，会经历一些情感的起起伏伏，会摆脱一些不太明朗的情感，会慢慢离开一些诱惑，离开一些情感的不确定性。有一些不够用心经营情感的人呢，可能也是会慢慢的离开你。你自己呢，会提升更多的爱情技巧，在感情里面会获得重生，离开不适合的人，离开不适合的事，对于未来保持更强的一个期待，在自我的情感价值上面是有提升的，而且在人际关系上面也有新的一些拓展。你的爱情观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转变哦，不过是更往好的一个方向，未来可期的方向去进行转变。会有人出现来治愈你，给你精神上的一些礼物，让你有更多的成长，让你更加的成熟，对自己有更多的认知，对爱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体验，知道在感情中需要更加的一些理智，也知道呢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看到你在个人魅力上是有增加的，对于爱情更加的自信，更加的积极，不会过于的恐惧跟担心了，自己呢也不是情感的白纸了。那在自己的爱情画本上面是增添了一些颜色的。权杖三呢是一张象征计划跟远见的塔罗牌，那么在爱情方面代表着你在上半年会处于一个充满希望跟潜力的时间段，会有业力关系的出现哦。那么这种业力关系的出现呢，也代表你有机会去清除一些有毒的故事，曾经上一世有欠过别人的钱债，或者是欠过别人的情债的，那么在上半年有人呢要来讨这个债，你该还了。那也代表着自己的业力呢将被清零，那一种释放跟放手的感觉会伴随着你，所以可能会出现短期的情爱，这种情爱呢会给你蛮强的一种体验，还是有很多的浪漫，很多的罗曼蒂克，很多的约会，很多的你侬我侬，充满了激情跟兴奋感，帮助你打开新爱情机会的大门。
可能会出现偏桃花。那么这个偏桃花呢，也许是来自于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属于远距离，也许是网络帮助你们作为一个媒介，让两个人增进情感，进入到网恋。也有可能呢，两个人在刚开始有很强的化学反应，慢慢的更多熟悉之后，这种情感呢归于平淡，两个人的心越来越远，然后就没有太强的一个联系了。无论如何，你是会有短期的兴奋感觉的，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你的灵魂目的会得到一个成长。对方呢，他可能会给你一些物质方面的礼物，会讨你喜欢，会赠予你玫瑰，在精神上面呢，也会给予你礼物，得到更多的成长。你跟这个人也许在线下会一起去喝酒啊、吃饭啊、去聚会啊、派对啊，参加一些有趣的活动，玩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尽兴哦。那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性格特质？你们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相遇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宇宙给你哪方面的讯息。无论是稳定的爱情，还是短暂的这种激情甜蜜呢，我们都应该感激哦，因为有这样的人出现，才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完整，充满更多的一些活力，让我们呢也会增加更多的自信跟魅力。你们两个人会有很多的甜言蜜语哦，会有很多的调情，然后他会讲很多鼓励你的、讨你欢心的话语，你会乐在其中。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天蝎座、白羊座、射手座、双子座，或者他的月亮、太阳、上升星座是在双子座、射手座、白羊座、天蝎座。这个人非常的有魅力哦，并不是很好控制，也并不是一个很愿意妥协的星座。不过他个性很好，蛮多人喜欢的，他有点万人迷哦。他对别人呢都是非常的温柔，而且很关怀，很善解人意，很体贴理解别人。这是一个在建立任何人际关系里面都给予别人信心、支持和爱能量的人，无论是在爱情关系，或者是在友情里面，或者是在家庭中，他都是非常的孝顺，他都不会有任何的脾气暴走，他会更多的倾听，充满爱心的方式呢，来扮演一个保护者的角色。他的情感智慧是很好的，而且他也愿意去面对任何的一些冲突或者是情感的困难，不是有逃避人格，也没有拖延症。你跟他在一起呢，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他就是像把你呵护在手心一样捧着的这种。他会嘘寒问暖啦，他会照顾你有没有冷，那吃的有没有好，心情够不够舒服，他是会去察言观色的，希望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舒服，那跟你一起去做行动的时候，那让你足够的开心。这个人呢，虽然并不是很有主见的人，他可能会花长时间去做一些思考，他可能也会被周围的人或者是周围的氛围环境所影响。你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感觉得到不开心，那你开心的时候呢，他也会非常的阳光灿烂，所以他会尽可能的让你更加的乐观。有时候可能有一些选择困难症，但没有关系，他不是一个有任何算计或者是谋略的人，他其实蛮简单的，有时候是凭感觉做事情，不会太过于的理智，甚至呢也会做一些白日梦幻想。他把
身边的人，他把这个世界都想得非常的美好。他有时候呢也会放空，会觉得幻想发呆是很舒服的状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时候对生活呢可能有一些不现实的一些态度，但是他非常的天真，跟别人语言交流的时候呢，他也会充满着一些乐趣。这个人呢其实也是蛮有童趣的，而且他乐观，很开朗，对别人呢也是非常大方慷慨的，在金钱物质上面啊，他都会去争着买单，会去送一些礼物，也愿意跟别人一起去庆祝，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的。自己热情的个性也是让他的人缘运势不错，身边朋友是比较多的，大家对他也是觉得有信赖感。他呢自己也会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整个人是散发的青春活力的。他的年纪应该是比较轻的，或者是他可能年纪比你小一点点，如果你们相同年纪的话呢，他会更加的有一种很年轻、自由、奔放这方面的一种状态，而且他精力很充沛，喜欢把生活安排得非常的充实，喜欢呢去呼朋唤友，喜欢组织或者是安排一些事情，对于别人或者是自己的人生状态没有太多的一些束缚限制，是一个很自由的灵魂。喜欢参加不同的一些活动，喜欢呢认识不同的人，他的朋友3、6、9等哦，怎样都有，而且不断呢有新的尝试、新的体验。可能他没有太强的耐心，性格是有一些急躁的，心态呢确实是无所畏惧的。这个人不喜欢有小的一些计较啊，小的一些比较啊、盘算啊，他眼光呢更加的大局观一些，其实是一个比较大气的人，很难看到他生气。即使他生气的话，他可能也就是坐在那里几分钟的时间，那生完气了也就过了，没有任何记仇的心态。他的反应是很快的，有时候是比较喜欢说话的哟，有时候呢可能喜欢打探一些小道消息，会讲一些流言蜚语，会讲一些八卦，藏不住话，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也喜欢传递消息。平时呢他就比较喜欢观察别人，然后去收集一些最新的消息。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当下最新的一些消息或者是八卦，你问他的话呢，应该就是问对人了。有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小伎俩，因为他比较聪明嘛，但有时候呢他也会是一个很好奇的宝宝，很多事情都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也经常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事情，但更多的就是非常享受他自己的人生旅程，对于很多事情都保持着新鲜感，想要到处去走一走，想要到处去看一看，想去有更多的体验。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丰富，是非常喜悦的，所以大多数时候呢，他都保持着一个微笑，而且他的笑容也非常的阳光灿烂，很享受当下。他是一个不会过于阴柔，也不会过于阳刚的人，他很信任自己，也非常的爱自己，有一定的正能量，很享受当下，很享受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对于爱情、友情、亲情，他第一个注重的就是亲情，其次就是友情，然后才是爱情。他是一个很有自我幸福感的人，即使他一个人，他单身他都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足，不会给自己太多爱情上面的一些界限跟压力，不会觉得好像到了年龄就要该结婚，就要该生小孩，就要该组建家庭，他没有这种自由感。如果遇到合拍的人，如果遇到可以一起生活的人，那就去生活。如果遇到的人呢，就
很适合作为情人甜言蜜语只谈恋爱的话呢，他也愿意。如果对方呢是想做丁克族，那只要两个人情投意合，他也可以。他不是一个思想封建或者是特别保守的人，想法呢是很时尚，是很前卫的，而且他很重视自己的朋友，也是重视情谊。一旦他建立情感，他是负责任的。但他没有情感单身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的潇洒的。他的人生愿景可能就是如果哪一天自己生病了，躺在医院病床上了，有很多朋友来看他，不要他过于的孤独，不要他过于的寂寞就好了。所以他非常重视朋友。那你们相遇的时间呢，很可能是在夏天，也有可能是在4到6个月之内的时间。有的朋友呢，可能在4个月之内就会遇见他，有的朋友可能是在6个月之内遇见他。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在咖啡厅、酒吧、夜店、餐厅，或者是有会议、有水杯、有活动的地方遇见到的他。那有的朋友可能是在户外有水的地方，湖边啦、海边啦、河边啦，或者是在轮船上。也有的朋友呢是在有儿童的场所，或者是晒黑的地方，也许是在沙滩也有可能是在自己假期度假，在一个很快乐的氛围环境下认识的。那也有部分朋友是在国外认识到的他。你们之间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激情。那宇宙告诉你这个人呢，可能当下你还没有认识，但是他会给你很多新的一些能量，会给你很多看事情新的一些角度，让你呢对于情感也会更加的开放性一些，没有太多的控制问题。在感情里面，大家都是自然发展的，没有压力，没有紧张感，没有一定要以结局，那结婚或者是建立家庭为目的去进行谈恋爱。其实就是情到浓时，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顾忌，两个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那开心一天是一天。如果大家都不开心了，大家有很多矛盾了，那就不要在一起。所以也没有这种情感的束缚，也不会拿着结婚来压迫对方，来让对方必须要做一个承诺。但是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很认真对待这份情感的，大家呢也会尽可能努力去滋养这份感情。那宇宙呢要提醒你在这份情感里面呢，需要你更加的有自信心。其实你只要更加的有自信，你只要不断的去展示你的光芒，展示你的魅力，他的眼神呢是离不开你的。但是他很喜欢你身上的这种积极感，他也很喜欢你身上的这种力量。如果一旦你可能消极了、悲观了、患得患失，给这份情感呢施加压力的话，他可能就想逃走因为他追求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欢喜。如果当下呢每天都是开心的，那么未来肯定不会差。如果当下大家对于这份情感开始有要求了，开始希望改变它了，他肯定就会逃走。因为他最喜欢你的就是你身上带来的一种祥和安全感的能量。你没有太多的一些霸占，或者是给他任何束缚，你是给他自由感的，你是让他觉得跟你在一起是很平等，是很舒适的。而且你这个人呢，做事情也是比较坚定，也是比较果决的，不急不躁，对于突发的情况呢都很淡定。他是喜欢你身上的这种从容不迫，而且你还是一个蛮有上进心的人，你不断的去学习，你不断的让自己
变得更加的成熟，变得更加的强大。在精神方面是不断上进的，而且在自己的事业上面也有一定的野心，在自己的金钱物质创造上面呢，你也是会不断的去创造的。人际关系呢，你也会不断的去滋养，让关系有更多的一些亲密。你也会去学习一些爱情的技巧，那会不断的去做一些增进。你这个人呢，也不太沉溺于幻想，也不会去自找麻烦、庸人自扰，感觉你是一个特别脚踏实地、认真、努力、专注的人，他很欣赏你这些地方。还有就是你身上有一些艺术家的气质，你是给他一些神秘感的。有时候呢，他觉得你很喜欢他，但有时候呢，好像又有一点距离感，这种忽冷忽热的，让他没有完全的征服到你，他会觉得很有意思，反而他有更多的一些欲望在你的身上。你带给他蛮多强烈的情感反应的，会给他有很多深刻的能量。你跟他之前认识的人都不太一样，之前的人呢都太容易懂了，或者是有一些不满足啊、发脾气啊，但是很少看到你的这一方面。他会觉得你的内心力量特别的强大，他很欣赏你，也多多少少有一些敬佩你哦。你的有时候情感反应呢是超过普通人的。一方面你有时候会感情用事，但是一方面呢，你又特别的理智，你不断的在做一些变换，而这些变换呢，让他摸不着、摸不透，但是你又一直在做适合你自己的事情，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情商蛮高的人，而且呢，你也是一个很懂得爱情技巧的人。同时你也是非常有强的一个能量，你的行动力啊，你的活力啊，你的魅力都吸引着他，而且跟你在一起哦，他感觉是一种新鲜的开始。你不会一直都是一个模样，你总是在做一些转变，这种转变呢，是你不断的在改进。你的悟性很高，在他眼中，他觉得你是独一无二的。其实这个人他是你的灵魂家族，宇宙告诉你哦，他是你今生的灵魂家人。你跟他在一起会有一种比较深刻的共鸣认同感。当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好像回家的感觉，特别的安心，仿佛你们之间呢是存在着一种某种深远而且很奇妙、很神圣的连接的。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没有很强的这种小鹿在心里乱撞的感觉，但是呢，就会觉得你们会发生一些什么，他也说不清楚，但之后好像你可以慢慢的看透他的心，你是可以深深的理解他，他也会跟你在言语行为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共鸣，让他觉得非常的惊讶。也许他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在别人眼中都是特别奇怪的，但是在你眼中呢，你是认可的，你是可以跟他有交流的。也许他的一些想法对于别人来说是很奇怪，但是对于你来说是很自然的，甚至你们可能有相同的一些怪癖有相同的一些可能缺点。然后遇见你呢，他的生命会出现一些转折，他的爱情观、他的婚姻观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改变，然后你会给他带来很多的一些启发，让他去有更多理解自己的人生，理解自己的生命课题。虽然可能现实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些障碍，
让你们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在一起。当你们刺激彼此在灵魂上有更多的成长之后，可能就会离开分离。但是呢，在整个过程里面会有很强的灵性觉醒，会有很强的爱的体验。哇，其实非常奇妙。这个人呢，是你今生都难忘的。你们虽然可能只走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在未来它会影响你的一些决定。在爱情里面，它也会增加你的一些成熟度，你会有更多的一些成长。所以请充满期待之心遇见这个人吧。无论如何，即使最后你们没有在一起，都请感恩他的出现。他会让你更加的美丽或者是帅气，会让你更懂得如何去表达自我，如何去展现你自己的魅力，如何去让两个人关系呢更加的紧密合作。从这个旅程里面呢，你会收获很多。所以亲爱的2024年的上半年哦，还是有蛮妙的缘分等待着你的。你的灵魂家人就在这边，让你的灵魂有更多的一些增值的空间，敬请期待吧。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